头头和马提亚斯这两个来自于非洲原始部落的马赛人，成功勾起各路网友们的浓厚兴趣。网友们对于木头头和马提亚斯的家乡，那个隐藏在东非大草原灌木丛里的神秘部落，充满了好奇。传说中，他们直接生喝牛羊血，一根木棍干翻一头成年大狮子，还有传统的一夫多妻制。马赛部落的原始生活真是这样的吗？木头头和马提亚斯的家乡在东非大草原灌木丛里，那是一个热情豪放的游牧民族，至今还生活在部落制度里。他们远离现代社会，虽然信息闭塞，但民风淳朴。马赛人至今还保留着马赛先祖们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。马赛人常年以游牧为生，他们是这世上与大自然最亲近的人。马赛部落与世隔绝，至今不通电、不通水，更没有 WiFi 信号，住的是木头做框架、牛粪和泥土混合后糊成的土房子。为了室内的光线和透气考虑，马赛人通常会在墙和屋顶连接处留些空间。没有密闭的房子又给马赛人随时带来危险，最常见的便是各种通过漏缝爬进家来的蛇。历史上的马赛部落族人社会地位平等，没有出现过奴隶占有现象，属于父系氏族。一家人靠着男子放牧或者打猎来维持生计。这个部落允许一夫多妻。对于这项制度，让生活在一夫一妻制社会里的男士们比较容易遐想连篇。当然，不同的社会管理体系有不同的生存标准。马赛部落的一夫多妻制，那是跟部落的生存条件和延续发展有关。这个制度还真不能一锅乱烩，把不一样的社会管理体系混为一谈。马赛人随身携带的木棍有什么用？保镖木头头有个习惯，无论走到哪都会随身携带一根长木棍。木头头可宝贝他的这根木棍了，哪怕是老板小五索要，他都不给，只肯借给小五把玩一时。虽然不舍得赠给老板，但聪明的木头头知道使用迂回战术，先给老板画一张大饼。木头头说等他回去后重新给老板做根新的。这饼画的真大，很不容易消化。现在生活工作的地方离木头头的老家单边车程就得8小时，若坐当地的交通工具，那回家一趟难度不亚于唐僧西天取经。这木棍是马赛部落里非常常见的一种树枝，由于韧性好、硬度够、耐用、结实，一直都是马赛人防身用的武器。在马赛部落里，别说是在灌木丛里穿行，就是在自家待着，也是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。谁都不敢说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，天降贵客这种事可是经常发生的。一觉睡醒，说不定就有一条黑曼巴蛇吐着信子在床边给马赛人说早上好。所以马赛世世代代养成了木棍不离手的习惯。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马赛男子步入成年的仪式就是单持这种木棍去杀死一头成年雄狮。在马赛部落，男子身材普遍魁梧，个个都是骁勇善战的勇士。马赛男子猎杀雄狮真不是夸张。马赛部落还流传着一个说法，草原的狮子都惧怕马赛男人。作为外族之人，单想想那草原之王，心里都在害怕，要真赤手空拳对战雄狮，估计绝大多数人都是去给草原之王送美食外卖的吧。马赛男子能做到以个人之力击杀他们，勇气和身手着实让人佩服。扎高马尾的都是战士。马赛部落男子成年后会扎起一头的长辫子，这是他们身份转换的象征。当看到马赛男子扎着高马尾，马尾被分编成很多条又长又细的辫子时，就说明这位马赛男子已经成年。而且高马尾还代表这位马赛男子是保护部落的战士，若族人或者部落遇到危险，竖高马尾的战士们立马就要加入到战斗中，为族人、为部落而战。
马赛部落的男子们还喜欢围在一起，一边用马赛语唱着欢快的歌，一边表演跳高。在马赛部落的文化里，跳得最高的男子就可以去向心爱的姑娘表达爱意。部落里的女子都以嫁给勇士为荣，跳得越高，姑娘们越喜欢；跳得越高，越容易把心上人带回家。保镖缺了一颗门牙，总有网友好奇，木头头和马提亚斯下门牙为什么缺了一颗？其实这是马赛族人的部落习俗。由于马赛族落生活的地方非常偏远，交通不便，物资匮乏，距离医院又是很远，去一趟医院动辄就是100来公里，所以在生病后，部落都会自行医治，有的病会让人意识全无，敲不开嘴，灌药就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。所以马赛人缺的那颗牙是为了生病方便灌药而敲掉的。马赛部落生活在危险丛生的大草原或者茂盛的灌木丛里，他们随时都会遇到野生动物，猎狗、狮子更是常见，本身生存条件就够艰难了。部落的族人若在经受生病的消耗，那对部落而言则是百害而无一利。人乃发展之本，人都没了，部落也会逐渐走向衰败。马赛部落能存活到今日，自然也有属于他们部落特有的生存之道。所以敲掉的是牙，保住的却是命。轮胎鞋创神奇，木头头和马提亚斯常年穿的轮胎鞋，也是近些年马赛部落兴起的新特色。这种鞋很好，跑得很快。朴实的马提亚斯非常喜欢轮胎鞋，在马赛部落里，生活物资常年匮乏，鞋本身就是奢侈品。当现代文明越来越多地渗透到马赛部落的生活习性后，马赛人也开始穿上了鞋。他们发现用破旧摩托车轮胎做的拖鞋格外好穿，不仅防滑，还耐磨。市面上卖的那些塑胶底鞋，对于像马提亚斯这种经常走路的人来说，损耗太快。但轮胎鞋就不一样，买个破旧摩托车轮胎回来自己改装，一个轮胎可以做好几双鞋，比买鞋划算多了。轮胎的宽度正好是马提亚斯脚面的宽度。马提亚斯做鞋时，只需要按脚的长度剪出出样，再看着人字拖的比例照着做，很快一双轮胎鞋就做好了。这种鞋有多耐用？木头头脚上的这双轮胎鞋是去年做的，到现在都穿了1年了。鞋底除了部分被磨平外，其他的地方都是完好轮胎型。这要是商店购买的拖鞋，怕是早就换了好几双了吧？马赛人的主食吃什么？马赛部落在饮食上也和外族有很大区别，他们长期以玉米粉是主食，吃腻了或者想换换口味，就会煮些白米饭。但由于大米价格昂贵，很多非洲人都舍不得购买。玉米粉质地粗糙，颗粒感重，吃后饱腹感强，耐饿，产量又高，所以马赛人祖祖辈辈都习惯以它作为主食。制作方法看似简单，但换新手去做，煮了半天却很容易捞不着一口吃的。煮玉米粉相当需要手劲和巧劲，制作流程虽然看上去就是往一锅开水里使劲倒粉，然后不停地搅拌即可，但是操作真那么简单吗？木头头就给各网友表演了一次如何煮玉米粉。先将锅里放入适量清水，待水煮开后，再将玉米粉一点一点倒进去。刚倒时水多粉少，加之水温高，搅拌不及时，玉米粉沾水后就变成一个个小团子。木头头只好先拿工具在锅里不断地按压小团子，直接散开，全部溶于水中，才继续添加玉米粉。随着玉米粉倒入锅里的量越来越多，锅里最初的稠状流食变得越来越紧致。到了控制温度的关键时候了，火旺了，锅里会糊；火小了，玉米粉会出现加生。不专心的木头接了电话后，竟然玩上了手机，就几秒的事，锅已经糊了。
恰巧出去采购木炭的马提亚斯回来了，接过木头头的棍子，马提亚斯继续搅拌起来。待煮到合适的时候，马提亚斯就把煮玉米粉的锅端到了一旁。此时的灶还有别的用处，只见木头头从他们的房间拿出一个盆，盆里装着前些天买回来的豆子做成的酱。马赛人吃玉米粉时喜欢蘸着豆子酱，把豆子酱当咸菜配着吃。马提亚斯把豆子酱放在灶上，没多一会，酱就开始冒着泡。看着热好了，马提亚斯把豆子酱和玉米粉一起端到了廊下，木头头也没闲着，拿着装了牛油的瓶子在炭火上来回扭动，他要把凝固的牛油化开，倒进豆子酱里，这是他们的习惯，他们认为加了牛油的酱格外的香。食材都准备好了，只见马提亚斯和木头头直接用手在玉米粉里揪起一小团玉米粉，捏在手里来回按压，增加紧实度。这种吃法和国内藏区的糌粑很像。待玉米粉团捏到合适的度后，他俩就是在玉米粉团顶部按一个窝，再把有窝这一边伸到豆子酱里蘸酱，就这样一口一个粉团。马提亚斯和木头头吃的是满眼愉悦，刷牙很原始。马赛部落的生活习性还有一些也是和外界很不一样，哪怕出来工作了几年的木头头，依旧还保持着这个部落生活习惯，那就是他们还在用木棍刷牙。用木棍刷牙这种方法是我国古代也曾用过。中国隋唐时期，那时还没有牙刷一说，人们清洁牙齿都是使用树枝来回摩擦牙齿，从而达到口腔清洁的作用。杨柳枝、桑树枝、槐树枝是当时的人们用的较多的枝条。日常生活中，人们会就将新鲜的树枝头放在干净的清水里。要牙刷时，先用牙齿把枝头多咬一咬，把树枝内部的纤维咬成类似牙刷的那种毛状，就可以沾上食盐去刷牙了。马赛部落用来刷牙的木棍是一种叫 Meswak 的树枝做的。Meswak 在非洲十分普遍，这种树枝的枝条木质纤维疏松，还富有弹性，木质纤维就像刷牙上的软毛一样，在来回摩擦时，纤维孔内会分泌一种乳状分泌物，乳状分泌物的作用有点像牙膏。马赛人随意折下一节新鲜 Meswak 树枝，将枝条的一端稍作处理，确保没有煎茶，就可以拿到硬物上来回摩擦，让木质纤维变成一条条细丝，再拿去牙齿上来回磨，充当牙刷使用。作为90后的老板小武，对于这种刷牙方式还是有些不赞同。生活在部落若用树枝刷牙，那是条件所迫，但生活在文明城区，还是觉得用牙刷更能清洁牙齿，也没多说。小武带着木头头就去了离家不远的生活超市里采买牙膏、牙刷。结语：虽然文明推动社会进步，但不能因文明就对旧俗进恶意抨击。只要不是陋习，那都是可传承的文明文化。好奇马赛部落的原始生活是什么样的同时，也更应该去尊重他们的习惯，他们的文化经得起时间淬炼的文化，那一定是民族瑰宝。